本周旅途100年奥杰又开始讲所谓梦幻队主线故事，让我们来看看小豪有啥精彩的表现吧。开头回顾一下之前小豪的梦幻队任务：打火焰鸟，说冰九尾，拿火神鹅凝粉，擒刺龙王。这次梦幻队又发布新任务，是要击败极冻鸟。小豪收到信息后就一脸生无可恋，小智老好人了，看到小豪这副样子就鼓励他不用担心，瓦罗拉冠军带你飞，想要极冻鸟我老彭就单刷过，真不难。于是小豪就调查一下极冻鸟的发现地点，然后锁定目的地双子岛，两人立刻出发。在双子岛里探索的时候，一只不长眼的大嘴佛飞出来袭击傲人，一球超人不和你客气，直接收服。接着又跑出来一只小拳石，不过小豪之前收不过小拳石，就直接放过了他。又走了一段路，小智和小豪发现有几个垂头丧气的预言家，打听之后得知是被极冻鸟收拾过的倒霉蛋。小豪邀请他们一起进行极具团战，但是被他们拒绝了。没找到其他队友的小智和小豪继续前行，结果在一处岔路口停了下来。小豪机智的利用敲音喉、敲击的回声和千言毕业赶着气流方向能力，推得出极冻鸟的大致位置。路上又顺便抓一只不太聪明的龙龙石。在洞窟深处，小豪意外遇到了正在和野生铁甲贝苦战的青梅竹马石妖。小豪派出闪耀王牌，一发火焰球打败了铁甲贝，并收服了他。你到底是来打极冻鸟的，还是来抓基尼的？差不多得了。打完对战后，双方聊了几句，发现目的一致，都是要打极冻鸟，那刚好组队一起去。不过集体团战需要4个人，所以小茂就出场了。小豪一看见是小茂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又要被嘲讽了。小茂也没有让我们失望，他嘲讽小豪为什么走在最后面，不会是害怕了吧？小豪被戳中痛处，除了无能狂怒也说不出别的。还没等小豪想出别的话来反击，只感觉一阵寒气飘过，转头看时，极冻鸟已经出现在了湖中心，众人立刻进入对战状态。小宝拿出准神班吉娜，小豪派出达摩狒狒，小智和葱油兵上场，而石央派了一只雌性的爱管事出来。没想到那极冻鸟甚是凶猛，一发暴风雪就把4只宝梦全部秒杀。也不知道班吉娜是得罪谁了，堂堂准神从未有过高光，则以惨字了得。4人只好换人上场，最初的宝梦质量要高一些。小宝的老将约一步，小智卢卡利欧，小豪的闪耀王牌，还有石央的沙赖朵，看出来都是资历比较老的宝梦。谁想小宝约一步仅过一招奇异光线就被极冻鸟秒杀，抓住极冻鸟混乱的时机，卢卡利欧的波导弹和闪耀王牌的火焰球成功打住了极冻鸟。没造成伤害不说，极冻鸟却解除了混乱状态，眼看大招又打了过来，石央让沙赖朵使用光墙勉强倒下这招。这一轮比之前打的合理多了，众人也稍有了默契，只有小茂得掏出下一只宝梦风速狗。新的一回合，主角团抢占先机，沙赖朵、闪耀王牌和卢卡利欧的攻击再次命中，极冻鸟猛扑下来，沙赖朵也及时开墙挡住，这样极冻鸟也像老虎，一发全身暴风雪，自然把4只宝梦打飞。小茂就光挨揍了，连技能都没点。眼看常规打法不奏效，小茂提议让卢卡利欧和闪耀王牌跳到极冻鸟背上强制擒拿。狗的弹跳能力不如兔子，卢卡利欧没能抓住飞行的极冻鸟，而闪耀王牌成功了。不过这也是好事，因为小茂风速狗在后面放火支援，要是卢卡利欧抓着极冻鸟还真不好打。闪耀王牌扛着大火对着极冻鸟又是一发火焰踢，卢卡利欧也没闲着，使用了全力的铁蹄光线，这下极冻鸟也有些扛不住了。趁用极冻鸟硬直的功夫，石央的沙赖朵赶紧给闪耀王牌使用治愈波动回血，以求最好的状态迎接下一波攻势。被打伤的极冻鸟显然已经愤怒了，使用出的暴风雪威力也比之前更强。沙赖朵一口气开了3个光墙也没能拦住，除了风速狗之外的3只宝梦又被击倒了。小智昨天是拿出皮神了，之前皮神割蜡看戏救人不出手，而石央和小豪基本也没啥宝梦了，拿出一只月桂叶和地蔓延这种奥段进化，基本可以理解为炮灰。小麦还是提议用之前打法，月桂叶控制极冻鸟，队友再丢大招，极冻鸟愣是又顶住了皮神10万伏特、风速狗喷射火焰，还有地蔓延的坚实攻击，反手就是绝对零度。为了保护月桂叶这个硬控，包括皮神在内的3只宝梦全部倒下，但是没了 C 位，月桂叶有控制也没用，被极冻鸟的暴风雪直接带走。4人没有再派出宝梦，看上去已经丧失了斗志。极冻鸟于是就不紧不慢的飞走了。遭遇惨败的3人有些不知所措，但是编剧怎么会让自己的亲孩子小豪吃瘪呢？梦幻队大哥发消息来说，只有极冻鸟强度超过预期，你们已经尽力了，还是给他们发放了徽章。不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这只极冻鸟竟然打败了12只宝梦，虽然奥级神也存在着个体差异，但是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不说老喷打不打得过，我看就单点喷火龙也不是对手啊。